因为我其实不会写程式，所以我想要去了解说，就是那些写程式人是用什么样的感觉在体验这个社群的，所以当时就是还跑去就是反正当时豆泥你们之前有访过豆泥吗？豆泥他之前就有拉那个 W3C 的人过来，就是办一个工作坊，然后就教你怎么写程式，就是2天加1个月的时间内，就是从零用手工做出一个网站这样子。你现在都觉得这不可思议，对不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然后现在后面更不可思议了。现在我们用这个 AI 之后，你现在以前是怎么 debug 的？对，以前是真的就是以前那样子的做法就真的很传统，然后就真的好久哦，然后就很难想象就是这么快的时间就可以做完一个超完整，然后其实是可以收钱的东西。嗨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塞恰，我是 Inside 的编辑米娅。我是 Fox。那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这个台北大学的这个修学生啊，这个豆腐啊，请豆腐跟我们大家打声招呼。嗨，大家好，我是豆腐。OK， 我是修学生。修学啊，不是辍学啊，没有辍学，我9月应该会回去。9月回去。OK， 今天为什么找豆腐来呢？豆腐因为前阵子呢，我们在网络上开发了一个 iOS 的 App， 叫焦虑戳戳乐，然后这个看起来打败了这个 ChatGPT， 成为全台湾第1名。然后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好了。其实还蛮抽象的，就是完全没有想过，就是这个东西会爆红。就是当时在想的事情，完全就是只有感觉好像是用 AI 来写 App。蛮好玩的，就是其实这件事情我已经想要尝试很久了，但是就是可能从年初的时候一直想要尝试到现在，但是当时只知道 Cursor 我就是用 Cursor 就是反正我就是先刷那个苹果那个 developer account 嘛，就是对，就先刷下去然后看后面要怎么搞再说。因为我当时有另外一个朋友，他已经先写了一个就是写了一个 IG 的那个滤镜的 app， 叫做找找滤镜，就他已经写了，然后他在推上也很红，然后我就想要学他，就是来写一个 app 这样子。我就问他说他当时怎么写，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讲说，就是他是用 Cursor， 然后就是先用 Cursor 生成是吗？然后再贴到Xcode 上面这样子来来复复，然后想说感觉好像有料然后但后来试以后发现超难的。这讲什么东西？对，这太难了。对，所以实际上他也是用 AI 在写程式，100%用 AI 写程式。那他本身背景是什么？他在清大念艺术相关的科系，所以是艺术的嘛，不是跟资管资科无关的科系嘛。但我觉得他很强，他超强。但有些人就是他可以都学。那你呢？你是念？我念经济，你念经济，对，他是我学弟啊。这个我是台北大学这个合作经济系啊，中兴法商，但是我们中间可能差了20岁吧。我是在三峡，他在三峡的人类。这一位也是经济系，为什么一定要 cue 我呢？关我什么？你坐在这就是肯定要被 cue 一下。不过人家是政大政大什么意思？政大比较厉害啊。对啊，没有，老板比较厉害啊。哇！但 anyway， 就是我们没有程式背景，那你就纯粹用 AI 去一路上架打通关打到底。对，就是当时就是想要学它，就是来写一个 app，然后当时想说用 Cursor 写，但是后来想说太难了，就是它就是一大堆 bug，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修。对，然后因为当时那个 Cursor 就是没有眼睛，因为他当时是用复制贴上，对，复制 Cursor 上的 code 到编辑器里面，对，插扣里面，然后插扣里面就是蹦出一大堆红色的东西，然后看起来很可怕的。再把复制贴回去就好了。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也看不到，就是 Xcode 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就有很多就是你知道，它很像是，我觉得写程式很像在编织，但是这样子这种编法就很容易打结之类的，然后就是很容易就整个都烂掉。对我以前呢有个古老时候有个东西叫 CSS， 就是来控制颜色啊这种样式啊。现在它还是在，在。然后我们以前有个迷因图是有那个盖库家族的那个爸爸，然后再拉窗帘，然后就是拉这边就拉上去，然后拉这边就拉上去，然后拉他就整个垮掉。对，这个程式呢，你现在用 AI 写程式呢，你会常常有这种歇斯底里的状态。就是之前用 Cursor 写的时候会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是一直很纳闷，就是他们到底怎么写出来的？然后直到就是我就参加了那个，因为我自己其实本也是设计师啊，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其实一直都在做设计，我从高中做设计到现在，然后调入经济系是个意外的。什么样的设计 ？User experience， 就是体验设计这部分。然后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在台大的教务处里面打工，这样子帮他们做台大课程网这样。然后反正就是一直在做
UX 设计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就加一个社群叫做 iXDA， 就是那个是台湾互动设计协会这样子，反正就是有加他们会员，然后就一直有在参加他们的那个活动，然后他们当时有邀一个那个创业家来，就是那个 Daniel。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识他是那个 Live Notes 的创办人。Live Note， 对，他就是一个也是一个 AI 新创，然后他的程式码也是100%用 AI 写这样子。然后他那个好像是一个AI mentor 吧，就是你可以找 Steve Jobs 当你的 mentor，然后找那个黄仁勋当你的 mentor，然后你就是每天晚上 coach，对，回家就是睡前就是复盘的时候找 Steve Jobs 聊一下你的一天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有趣。对，然后他那个 app 也是用100%用 AI 写的，然后我想说，干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用 AI 写，他到底怎么写出来的？而且还搞写，就是所有平台都有上架。然后他当时就有分享说，就是我不是用 Cursor 写的，我是用一个叫 Windsurf 的东西写的。那是什么东西？他说，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东西太好用了，你应该用它。然后而且还15块美金，还比 Cursor 还便宜。对，我居然是 early adopter， 我居然是10美金Anyway， 好 ，OK， 所以 Windsurf 他觉得很棒，然后就用这个，对，很棒又很便宜，然后就用 Windsurf， 然后叫我回去试试看。我想说好啊，那我就回去试试看。然后想说好，那我就买了一个 Windsurf， 然后就写，就跟上次一样写，然后发现不一样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它的逻辑，我觉得跟 Cursor 很差蛮多的。就是 Windsurf 它很会自己出意见。会自己帮你处理掉了，对，那这是好也是不好了，因为原因是因为他会帮你解掉的时候，你是不知道他解了什么，对，但我觉得他就很 vibe coding 的精神，就是你永远都不知道他会生什么，就是他 offer 你，他就是 offer 你那个东西。对，就比方说像那个交易说里面有很多界面，其实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完全没有下那个相关的 prompt， 他觉得应该要这样，他就直接生了那样子。然后我们就觉得哇，好棒，就这样子就 OK 了，对，就 OK。因为就是其实我之前做设计的经验是，以前就是很常画那个 Figma 那个图嘛，对吗？就是你可能还要想那个界面细节要长怎样啊什么的，但是我用 Windsurf 就完全不用想这些东西。我 Figma 是一个，我觉得是应该是30岁人以下常用的一个绘图软体，然后它是强调了线上且可以协作的。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就是他们当时创办人应该是主张他是设计软体界的 Google Doc。OK， 对，因为我最近有翻了他们的访谈，你可以在我的 YouTube 里面找到他的翻译。但不论怎么样，因为我没有用过，原因是因为因为 Figma 出来的时候我已经老了，所以我已经没有在第一线，我只有被叫进去说你看一下 O 不 OK， 我会打开 Figma， 所以会用到细部的，我所有东西都是 read only。然后，所以我那一天打开的时候，我那天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现在正在做一个 iOS 的 app， 但很显然的是，我做的东西肯定比较复杂一点点。对，然后所以我搞了半天，所以到现在应该是第7天了吧？我还没搞定，我估计还要再1个礼拜，因为因为我想要做 day one 就收费商品，所以你应该是没有嘛？你应该是没有，我就乱玩了。对，所以有人话老人市侩的老人，市侩老人就是学生的差别。我第一天就想说我要收费，所以免钱的事我才不做。对。然后有一些东西还有什么你这样就要想说你 VIP 的逻辑要长什么样子，第一天就商业模式，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你就觉得哇，还是蛮多事情要做，而且很多人跟我讲说，我这个东西只要牵涉到收费，苹果的审核会更严格，因为你完全没有嘛，什么东西连广告都没有。对，然后，所以你做这件事情不是是for fun 的 ，for fun， 就是开心。然后以前也没做，因为假设是我。人家后面的人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放广告？你为什么没有放什么？你怎么没有放广告？你怎么没有放 Firebase 去统计一下数字？什么都没做。我跟你讲这样才 work。因为像我就什么件事情都要做。我就是我要买一个追踪数据的叫 Firebase， 然后我可能要塞个广告，即便我不塞广告，我可能要预留版位。然后就是我会把整套想完，然后准备把每一件事情做好。但这不见是一个best practice， 原因是因为你后面其实因为我们要去跟版其实是很快的，对，就是我如果要塞个扣，我可能我现在打一打，然后更新到 app 里面，然后送审，那运气好，苹果送审很快的话，它就过了。然后所以理论上其实这是可以，但我不想了，这老人的坚持。第一天要赚钱，做的前置工作太多，这样速度不够快吗？
对，然后我怕我等一下就后面就懒了，但是而且我可能精力没有像年轻人这么旺盛啊，所以显然要well prepare 一点，可以理解。对，那所以你主要的活动范围应该是在 Story 上面，Story 上面怎么会红起来的？我也不知道，你不知道？对，我在猜，可能是因为就是教育说说乐他红的那一篇，其实不是关于教育说说乐的第一篇文。对，那他在那之前的话，其实还有发另外一篇文，就是我上架了，因为就是我上架了一个 app， 然后它现在开放测试了，这样子。就是我有发一些 TestFlight 吗？不是 TestFlight 的部分，TestFlight 的部分，对 TestFlight 的部分。然后我当时完全没有想过它会火，我只知道说，我这次真的就是上架一个 app， 你有丢给我？对，我有丢给你。对，你有丢给我。然后我就试了，我大概可以理解。对。但是你因为我对于这一波，我不记得你上一波的时候，你可能还只有10几岁而已，对不对？就是我指的上一波是2010年的时候，你应该他那个时候才1年级而已，1年级，所以你完全没有那个时候的概念，就是实际上你说 App 爆红的那一波， App 爆红的那一波，就是我们从小就是跟着 App 长大的。你有记得这件事情吗？就是我拿到人生中第一台平板是在小学2年级的时候。然后你有记得说那时候有很多 app 可以玩吗？我那时候对啊，就是超多小垃圾的游戏，当时就在那边玩小垃圾游戏这样子，然后还就是下载一大堆游戏，然后下载到就是整个平板中毒，就坏掉了，对，坏掉了。对啊，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记得的是12年前、10年前、15年前，就是我们看到很多那种就是单机 app， 然后就玩一玩，然后可能你也不觉得，可能你也知道这件事情它的 life cycle 可能就过个1个月2个月还不见了。你明知道它是个粪 app， 但是还是会想要杀它。对。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意义不在于说这个时代再现了，而是这个时间再现的原因是因为有更多人成功的用你刚刚讲 Windsurf，或者是用了这个 Cursor， 对，然后去做出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个 app。这件事情是我难以想象的，我不知道你啊，就是还是有差。就以前的话，可能是你可能要有资讯相关的背景，才有办法，你才有资格去做这件事情。但现在是几乎每个人，就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背景，就是不管是社科还是。只要你愿意，对，只要你愿意，就是跟他聊天，聊个几天之类，就有一个东西可以生出来。对，像我们老人界有个人叫这个洪大伦，他也是一样嘛，他跟我一样就是文组型的，不是理科，也不是写程式的。那他自己在跟你，好像是在你之后左右的时间点，他就出了一个好棒棒，然后参上你自己，然后就 AI 科之后，这我都可以理解。然后你就做出来，就觉得以前因为你知道。我工程师，我们做爱料理，然后有很多 app 的工程师，然后你以前看他们说把这个插上电脑那边测试，然后这边 build 来 build 去，我看这件事情看了10年了，然后没想到我有一天我也在那边跟他 build 来 build 去，然后这边测，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件事情居然我可以做到，这是一个很神奇的 moment 啊！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接下来的挑战就是一样吧，大家好玩过了，这我觉得大家都值得一试。就是接下来的，那你觉得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像是其实我昨天是星期天啊，应该是前天还昨天？前天啦。前天的时候，就是我所在的那个公民科技社群G0V刚好在台南办大松。慢一点，对不起。拍谁？对，公民科技社群。公民科技社群就是台湾临时政府G0V。对，在台南那边办大松，然后当时刚好有跟一些我在成大那边的朋友见面，然后就有其中一位他是历史系的朋友，那他就是课上有选一门课，就是讨论如何玩大数据应用的这样子，但是他们老师对他们要求没有到这么高，期末的作业可能顶多就叫他们提案一个感觉好像可以做的东西的提案，可能就交个几页 PPT 之类的。但是呢 PPT 创业，对 PPT 创业，对 PPT 创业的部分就是但他就是当时就是我就教他用 Windsurf 就是写他想要写的东西，就只不过就是因为当时可能不知道怎么传 API， 不过想说没关系，就先架个假的资料库之类的，就帮他把期末作业给搞定了，这样子就直接帮他弄一个 live demo 出来，整个时间花了大概1小时不到吧，我觉得蛮比做 PPT 还快，对比做 PPT 还快。其实我有同样的感觉，因为我这个周末我不是用 Windsurf， 我用了另外一个叫 Ripple Agent，它其实是我大概在7个月8个月前，我曾经用它
用类似的东西架了一个双命的一个 prototyping，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蛮破蛮不好用，而且很不顺很卡，然后会遇到各式各样的问题。但这件事情的我用Replay 的 agent 的，我觉得最大的特色是我们写 code 这件事情，它可能没有到 production， 没有到线上，其实它不是 deploy 这件事情，它是连 deploy 都帮你做好。Replay 吗？对 Replay，然后因为它原本其实它是做云端服务的，所以它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最后赚这个云端服务的钱。是。那我们通常我们做好这些 code， 通常都只会在本机端出现，它不会它不会自己帮你架网站或者有个网域，但这件事情 Replay 这个服务更进一步的整个做好。我上个周末用个2个小时，大概架出了一个给小朋友用的工具，超神奇的。对啊，我之前也有用过 Replay，就是我在更久之前有用过，然后我想看这真的现在对啊，现在好很多 amazing， 好很多，对，就是非常可怕。所以我的假设是这样：第一种是我们过去完全没办法 access 这些程式码工程的人完全可以进，就会有更新的一批人有创意的去利用这些工具做出更有趣的事情，更多的东西。对，是。那当然有一派人可能会像我一样，就是是有没有趣我不知道，但因为我看过很多人做过有趣的事情，但是我也许可以靠这里面赚到一点钱。就是我再也不是以前我们可能要做一个 iPhone， 我们最早做一个 iPhone app 的一个 app， 你可能简单的可能要30万到50万，后来不断的这个价格往下降了，可能降到10或20，我最近没做，我不知道。对，但是也许透过这件事情，你有一个最简单的一些需求，其实你用$15美金就做出来。你猜猜看，交易说的其实实际上才花了多少钱？因为那个 credits 没有花完。$5美金，7.5美金。OK， 大概这样算起来多少台币啊？200，差不多200块。它成就感是无限的啦。对，成就感无限。当然还要加上那个开发者账号啊。不过那个是3000块，那个没关系啊，反正再开发多一点就好了。我这辈子都有可以说嘴信，我打赢 ChatGPT。对，因为你知道吗？我即便爱料理，我们那时候最好说，我们可能也是知道前3名。因为前面还有 Facebook 跟 Line，我们在那个时候是最竞争的时候，前面有一堆超级巨头，而且那些巨头就是那时候是最好的时候。然后我们即便是我遇到最好的时候，我还是没办法打赢他们，我只好是到前5吧。蛮妙的，就是那个时候好像刚好，因为我以前有带过台大的 iOS Club，那它是一个蛮新的社团，然后他们的就是他每学期的第1堂社课都会在苹果的办公室上课，然后我就偷就是社长就问我说要不要去那里玩，就是听他们在干嘛，然后顺便帮他站台一下这样子。他说好啊，就过去，然后就有遇到他们那边的那个教育的业务，这样子，然后就他说。你就是下辈子我要看到就是一个个人的开发者站在第1名，不知道等到民国几年。没想到被办到了。对啊，所以其实这真的是一个我认为真的是一个完整新的年代了。OK， 那你刚刚讲说你平常还会参与各式各样的事情，你可以讲一下说你在这个台湾临时政府 G0V 的经验，但我身旁有一堆人都在生平 G0V 待过了，但没有人好好的讲过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经济系的 G0V 有很多人吗？没有，我觉得好像不是一类组的人会太多经济系在里面，里面应该其实都是所谓的2类组以上。我觉得蛮妙的这个地方的生态。一开始就是你知道，其实中研院有那个人类学家在专门在写这个族群的历史，然后大概今年会出书出来。对，出一本书出来，不是对，反正就是阿宅跟社会运动的关联这样子，我觉得蛮酷的，超酷的。对，就是之前的话，他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理工的人，就2类组的人可能比较多，但是后面慢慢的就是可能有一些社会运动背景，还有或者 NGO 背景的人慢慢的进来，所以目前的话，这就是会写程式的人跟不会写程式的比例大概是介于就是50% 到60% 40% 之间，然后60% 是不会写程式的人比较多，听起来比较平衡的。因为以前我觉得应该是个什么82之类的。对，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大家就是说我们会写网站，我们用这些线上的服务去做到一些让政府更透明，
之类的事情。对，然后可能设计师会参与，设计参与让这些页面变得更漂亮，或者是更好用，更好用。对，对。那我猜你是因为这样加入的。那个时候应该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吧，就是当时其实也没有想过G&B 什么这个参加这个好酷然后跟政府有关什么的去参加没有，我当时想说好想参加黑客松想玩一下黑客松，但是那个时候已经12月了，然后就是当年台湾的黑客松基本上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就只剩下就是我看到的黑客松不是没有，对，结束了这个样子，就是那一年的结束了这样子。然后我就在脸上面搜，好像再也没有。对，我其实有一阵子我都觉得哇，你还在黑客松就听起来 old school， 那没有了。对，反正那个时候在脸书上面查黑客松这件事情，就只剩下 G0V 的黑客松。我想好啊，那就去看看啊这样子，然后就去了，然后就就是比我想象中的黑客松还要再更抽象一点，因为我原本以为就是可能大家都是来这边玩的，然后就是做一点东西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第一场看到的时候，就是刚好有遇到那个就是高重建，我不知道你们认识高重建吗？我听过这个 Litecoin 对 Litecoin， 对，那时候就遇到高重建，他那时候玩那个 Decentralized HK 这样子，然后就是在G0V 的黑客松提案这件事，我就觉得太酷了，就是这个地方值得待。对，因为你会看到很多你没想过的案子跟做法出现在那个地方啊。OK， 那因为你是一个这个休学生嘛，你为什么决定你大几开始休学啊？应该是从去年就是大2结束的时候开始休学，然后休学原因是因为那个楼上对楼上 Jamie 先生的计划这样子。OK， 你概述一下他的计划跟为什你的申请的 program 是什么？好，反正呢就是那个 program 叫做 Jamie's Gap Year Program， 然后现在是第2届，然后第3届已经准备要报名截止了，要报名的话可以赶快这样子。对，反正就是这个计划就是它是专门给21岁以下的人类申请，然后只要 Jamie 觉得看了喜欢，然后他就会选飞了。没有，不太对劲。翻牌，我要好好说话。对，反正就是觉得你适合的话，他就会用100万就是支持你休学，然后去探索你想做的事情。这样给期限是1年吗？还是对1年？对，1年，原则上是1年。1年几个啊？我忘了。不知道10个不知道。对，我们要讲不知道。你连讲你第2届有哪些人都不能讲？自己可以讲，我自己可以讲啦。其他人的话可能不见得，就要问过。OK， 所以现在到了第2届，对，目前第2届。类似的其实有点像是Peter Thiel 的这叫什么 ？Peter Thiel 的奖学金 ，Fellow， 对，类似的奖学金，就是让你给你一些钱，然后对他人家是给10万块美金这样，然后2年。美国物价比较贵了，对，美国时间也比较长。好好说话。没有，所以anyway， 他们他 Peter Thiel 是这样子做的，那他们有很多人都有拿过那一个奖学金，然后去主要目的是让你拿这笔钱去探索那2年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在没有经济压力，或者是你真的很想做，我就休学去做这件事情，他是去鼓励这件事情的。那 Jamie 应该是台湾，可能除了传统的奖学金以外，可能比较第一个想做这样事情，对，想要做这件事情的人，然后他一直想要推跟别人一起来做这件事。要吗？参加一下。然后我可以参加去领钱，但我已经过了这个数字。然后还想跟别人抢钱啊，卡别人位置。然后所以你用什么的名义去申请这件事情？主要是天哪，我好就是。我那个时候的题目是写G0V社群啦，就是我想要花1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待着这样子。对，然后为什么嘞？主要是因为就是我觉得G0V社群就是在我的人生经验里面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很重要的一部分，算是蛮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可能要提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就是我自己以前
国中的时候不在台湾念书，那时候是在大陆，在南京。然后我当时高中回来的时候，其实爸妈没有跟着回来，是只有我跟我姐姐回来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就是网络上的那些，就是网络上的那些生活，就是包含就是居民币社群哦，就是那个时候就占了当时蛮大的一部分的样子。反正就是当时就是对，然后就是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嘛。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应该是因为就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什么，对，反正就是人来来去去，然后可能大家可能也结婚成家什么的，反正就是这个社群的动能，就是在我参加的这一段期间里面，就是反正体感上是有下降的。不过我后来发现，就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宏观 picture， 就是它本来就一直在下降的事情，就是并不是因为就是我进去，然后它发生事情，不是因为你是明灯，对，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就是它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我记得那时候最早的一个可能是因为跟太阳花运动学运有关系，对，那个时候是有稍微爆红，对，那是最红。那但是因为那种事情，就是你要有很现象级的事情发生才会变那个样子。对，那你后面当然你没有的时候，而且有些人他可能也不加入军营，他用自己的方式去用社群或者是用网络方式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自然而然。它会对它慢慢在它其实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对，它是一个自然的事情，对，就是这也是后面的时候才发现这件事情，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啊，就是，但不是这应该有个老人直接就会这样跟你讲，你不用自己发觉这件事情，没有，应该说就是前面那些，就是好，我不想讲老人，反正就是前辈，我可以讲，因为你也是老人，对，OK，对，反正就是那些前辈们其实也一直跟我讲这件事情很多次了，对，然后但我一直很没有理解，就是他们到底想要表达什么，自己体会到了才知道，那个不是说教，是真的在发生，是真的在说教。对，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个蛮对，就是这也是我在这休学这一年的期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体会啦，我觉得，对啊。那所以那接下来呢？你所以会缴一份什么 report 给林志成先生，还是干嘛的？反正就是期末的时候会分享吧。对，那个时候写的题目应该是想说要怎么样去就是复兴居零币的能量。对，反正就写的很。对，我直接把它公开出来，就是太宏观什么的。然后就是想说，就是因为就是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就是觉得居民不够酷啊，所以我想要想办法让居民变酷一点之类的。反正就是当时写的就是差不多是这种感觉。Make 居民币 great again。对，就是很像是这种感觉。MGGA。对，很像是写起来的感觉，很像是那样。所以当时我发现有一些前辈对这件事情不是感到很高兴。对，那个是你呀。我那时候看到一些老人在原来是在讲这件事情，对啊，我就只是划过去对，那个时候就是有些前辈可能对此感到没有到那么高兴，大家就居零币嘛，就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人来人往的社群，所以各种声音对，所以它就是原本就应该如此，就是本来就会有各种意见，对，反正当时就是这样子，然后后面就慢慢发现说，其实好像有一些我还没有看到的事情，所以就是原本想说，就是原本的计划是想说 ，OK， 好，我们要想办法，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层就是推广居零币之类，但后来发现我不要做这件事情，就我想要再待的深一点点，去看说就是这个地方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存在，这样子，对，然后就花了大概半年时间内耗居零币是什么这样子，哇塞，对啊，那你现在你觉得你有个初步的结论吗？就是我那个时候做了好多事情就是因为我其实不会写程式，所以我想要去了解说，就是那些写程式人是用什么样的感觉在体验这个社群的，所以当时就是还跑去就是反正当时豆泥你们之前有访过豆泥嘛？豆泥他之前就有拉那个 W3C 的人过来，就是办一个工作坊，然后就教你怎么写程式，就是2天加1个月的时间内，就是从零用手工做出一个网站这样子。你现在都觉得这不可思议，对不对？那个时候就觉得很不可思议了，然后现在后面更不可思议了。现在我们用这个 AI 之后，你记得以前是怎么 debug 的？对，以前是真的就是以前那样子的做法就真的很传统，然后就真的好久然后就很难想象，就是这么快的时间就可以做完一个超完整，然后其实是可以收钱的东西。就我觉得现在还在一个巨大鸿沟，你知道吗？就是假设你可能要做，我猜测现在一定有人用 AI 开始做电商的网站，一定是这个电商网站可能要加以在现在的标准，还是可能有人用200万、300万或500万在收这个价格，但实际上，在不考虑可能会有不是 bug， 或者可能会有资安漏洞的状况下，其实我认为在很短时间内，你可以做出一个堪用、能动、会动的东西。
对，然后这完全都不是问题。对。那所以你现在觉得这件事情最大的收获吗？或者整个我觉得有就是一方面是就是去年我从一个 non builder， 然后今年就是变成一个 builder， 然后一直在 build 东西。你知道我今天早上就是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迟到吗？是因为我今天早上又在写一个新的 app。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太好玩了，你知道吗？你就是一直看着它跑，然后就想说我要等到下一个 checkpoint， 对，然后你就怕那个进度不见的那种感觉。这各位有兴趣真的得试试看，你就会掉在里面。你看我就是周末我会跑去，我就跟人家约咨询，我就要跑去外面，然后呢，店员叫我等东西，我说好没关系，你去拿，我就继续 web coding 一下，就一直在继续就找，因为我在文艺鸟里面，然后我就有个桌子，我就坐下来。而且我觉得很扯的事情是，那个 Replit 甚至可以在手机上面写。对，因为它是可以在上面，因为指令是这样丢给他了，反正它背后 coding 你也不知道，那只要他没换就 deploy 就上去了，它就可以动了。我觉得太好玩了，这所有事情在对我来说就真的是跟魔法一般的。我们这一集好像都在吹捧这几个服务，我觉得对，就是可能对，但是因为但这只是一个功能，就是说我们要透过这些功能，有很多人以前都在靠北说，我有很多 idea。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执行。对啊，我不知道该怎么执行。然后现在然后说什么很贵，然后什么之类。我跟你讲，接下来缺乏的是时间，真的，因为你中间会遇到很多挫折。我昨天光为了解一个 Replit 上线之后的一个 bug， 它是出现在后端的。修 bug。我之前都看到是在前端，然后而且是在本地端可以解决，它是在后端，然后我怕动到资料库。我花了大概我刚刚讲我做了一个 prototyping 大概2个小时，后面解那个 bug 大概花了我可能6点到12点6个小时。对啊，我都没跟任何人讲。我真的觉得盖东西对 AI 来说是简单的，但修 bug 这件事情是真的是一个蛮痛苦的体验。但不论怎么样，我觉得我不知道你的感觉，但我觉得我觉得很快这件事情就被解决了，因为随着算力的增加，跟你整个这个叫做 context window 的增加，它可以是读的档案。增加，然后就是那个 OpenAI 又在开发一个专门给写程式的模型。对，现在的模型其实还是语言模型，它不是给程式码专用的，所以我们可预期的这件事情只会越来越快。那就是但我要跟大家讲，这些东西都不会是护城河，这些东西就是我觉得它的门槛会变得跟写部落格一样。对，甚至somehow更简单。对，就是但是你还是你还是得写部落格。就我的意思是说，你想要写文章或者这个训练还是存在的。你要有影响力，你还是要写。对，还是要写文啦。我应该这样讲。你要写一个好的文章，如何靠好文章赚钱，这整件事情还是难的。每个人都会写字啊，每个人都会写 Facebook 贴文跟文章。那为什么有些人有些人写的文跟你写的文不一样？然后那为什么他会受欢迎？因为他写的够久、够多，有方法啊。那这其实都还是要练习的，所以他只是把让这件事情技术层面的门槛降低，对，就是解决掉那个工程问题。对，今天你在做一个按钮，可能是蓝色的，可以变闪光了，也许可能是个 feature 啦。对啊，但是你会再做一个会不会红？这个效益就会降低了。那你当市面上有20个的时候，其实那还是会有很多细节上面差异，但它就跟所有东西一样，它变得很卷。然后会需要有差异，但重点在于说，但是每个人有用它做一个以前不会有开发者帮你做的事情。真的，就是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那个超级 user。我看到有些人的有些爸妈，他现在做了一个小的网页是做那个很赞，就是那个给小朋友分数的。对，小朋友今天做对事情是加5分，拿一张 B4 纸，然后上面写名字，然后现在有那个什么你会自己刷牙，就帮你贴一个2点这样。对，现在是 app， 现在是爸妈自己然后写出那个 app 给自己用，给妈妈用。小朋友自己还可以有一个自己的前端，看看自己的分数长怎样，这样子。对，超妙的。所以很多这种事情会被瞬间解决。那我不知道各行各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因为一来是有没有愿意解决这件事情够不够多，就像你一样，就是我要去 build， 我要去协助。你最主要是要 build， 要协助什么东西啊？
在 G0V 里面，你想要 build， 然后解决什么样的东西？其实以前在里面纯粹只是 build 好玩的，就是我只是想做设计，就是我在里面的理由大概就是我想做设计，因为我不会写程式，所以我只会做设计，所以我就想要做设计，所以我就待在那个地方，然后看大家有什么需求就消化那个需求，然后丢出来这样子。你是里面的美术股长啊？应该说我的设计的技能蛮多都是在那边练出来的。哇，对，然后就是有前辈带这样子，就非常的感谢。那你觉得最自豪是哪个专案呢？最自豪的是哪个专案？就设计做超棒的，怎么没有人用？不是啊，就是很多人用。其实还好，因为就是大家的需求其实都算蛮零散的，可能是我可能需要一张图，我很需要一个表单，它可能要一个主视觉，它可能要有一个展场主视觉之类的，就是它会有各式各样的需求出来，然后我就去解那个很像在解票的感觉，所以程式码就有那个艺术，就很像在解票，就一直在解那个票，然后就蛮好玩，就很像在打游戏一样，就非常有成就感这样。OK， 哇，里面我要提一下，这是一个社群，所以它是一个无给值的，大家都是为了对，我觉得热心，我觉得可以完全就是不用把它想的那么就是有目的性，对，就把它想成是可能很像脆或 IG， 但是它实际有一个实际的场地，然后你可以在那边密到真人，然后你那边就是可能有人会提案，有人发文真人之类，然后就可以去做事，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另外一个维度的网络世界吧。可是我以前因为我没参与，但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做事情很发散嘛？它没有一个很发散啊，但就跟滑脆一样啊，脆上也挺发散的。大家也是那个2-3个战场在那边乱跑，丢给不重要的人，对，一样啊。但大部分都会很好，但我就想说，这不会有个缺点是很好很难 close 吗？有没有一个人收尾或是 maintain 这件事情，他就很容易在比如说3个月之后。6个月之后就消失，但你无所谓吗？我觉得在那边的感觉有点像是有 close 很好，没有 close 也很棒。就是也不是，这就是应该是这样讲，就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是个随缘就对了。大家来这边就很像在滑脆嘛，就是你就滑脆也不会想说就是到底要拿多少赞之类的。对啊，可能有些人会这么想，有啦，有人会这样想，但可能80%可能不会这样想，就大家来这边好玩就 engage， 就来这边对啊，做点事。哇塞，好。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有人很想要追求就是那种做东西的感觉，就是很追求那种做东西的感觉，然后有些人可能会说就是我好焦虑，所以我去做点东西。你想消化这样的需求的话，G0V 是个很好的地方。这听起来像今天是 G0V 的场吧？那个网络程式或是软体界的手工陶艺课程之类的。没对，所以对啊，因为我印象中很深刻的是疫情的时候，大家都超焦虑，因为大家都被关在家，然后想说完蛋了，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好焦虑。然后那个时候 G0V 的那个参与人数就从几千个人飙到几万个人这样子，就1万多，就是从几千多人，然后飙到1万多位这样啊，没有你有些被需要的感觉，你就在家打电动。然后我觉得对啊，很妙的事情，其实我那时候好像就是在开发一个什么就是疫苗的资讯系统吧，帮我开发一个疫苗资讯系统，然后就是有做设计，然后当时就想说好无聊，半夜开一个设计工作坊，线上有40位一个专业的设计师在上面跟我讨论，看可以做些什么事情。对，我就觉得这太酷了，而且大家太有爱了，这样子很棒。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会开发焦虑按钮这件事？为什么会做？就是你很焦虑吗？你很焦虑吗？其实也不是很焦虑，当然我之前真的蛮焦虑的啦。但就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样还可以拉回来，就可能是当时在跟其他人就是嘴炮，就是这件事情到底可以做些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他们就问他们讲说，你觉得就是所以就是如果一个 app 它有一个功能的话，它大概有什么东西？好，我想说然后他们就说可能就是输入资料，然后记录资料，然后资料视觉化吧，大概就是3样。我想说好啊，那就来试试看这3样这样子。然后想说好，那我的目的是写一个 app。然后还有这3个功能，然后它上架，然后可以下载这样子，它的 App Store 上面有一个 presence 在这几个解完就差不多这样子。就想说好，那要怎么输入嘞？我不想设计我也不太想要设计那个资料结构，那就想说好啊，然后我当时好像在想东西，然后那边敲桌子吧这样子，然后就是敲着这样，就做这个好啦。还说就是敲桌子跟敲手机之间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然后 OK， 那我敲手机这样对吧？算一下我敲手机的次数这样子，然后就想说好，那就是做一个超大按钮，因为就想要以前有一个游戏叫做 Popcat 嘛，你知道 Popcat 吗？就是我知道，一直狂戳，然后就还可以比排行榜之类的，对，就一个 Red Big Button， 红色巨大的红色，超大的红色按钮，然后它一开始伸出来的时候还是圆的，我就跟他讲说这样子不好戳，方的。
OK， 就花很多时间在瞧那个按钮的体验上。对，那时候我第一个想，这真的是他传 test file 给我，然后我真的有装那个，我还玩了一下，说真的是小废物，但是我可以理解这个存在的原因啊，就是因为我们也有收到，我有一些人会给我那个实体的那个这个键盘的一颗单颗的按钮，对，很多那个纪念品，之前募资有啊，有那个 finger fidget， 就很多，它有一面6个面上面每个面都有一个按钮。有，它也有。因为我在休学也有买一台那个3D 猎鹰机，然后我有时候也会印这种 fidget 来玩这样。对，所以其实你本身来讲，你也是一个科技爱好者，算是吧。然后也是有很多领域就是反正没有限制，我就会探索看看，就蛮好玩的啊。反正你就会探索看看，然后甚至林志成那因为怎么会知道林志成那个案子啊？因为我很多朋友都在里面。之前上一届，但你都在那个，然后就看他们过得好快乐哦。但不能讲好快乐，很充实，对，超充实的，对。没有，就是我从台科大总经理手上拿了100万好快乐哦。没有啦，我感觉那个比较像是你看这一种的，好快乐。他们都做得很认真啊，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做，是，对。但反正就是不过我当时就是在写这个申请表的时候，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有那个资格去申请，因为我当时没有一个特别主要的主轴去做这样子。那你写申请表的时候有 ChatGPT？没有，我很故意，我就是要手写，我要用心，就是花了，就是那个时候，对，有道理。对，那个时候，即便他产出来，你也要手写一遍。没有，对，就不是啦，就是要有诚意，就是然后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这样，是因为你是对一个人，然后就是这么近距离的沟通，你不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对待人家。OK， 而且人家花那么多时间看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哦。那所以它有点像是你去跟林志成 pitch 说我有这件事情要做，然后那你对他印象是什么？对他印象很 chill 啊，很 chill 酷人。OK， 对，他是一个很酷的人类这样子。好，对，那你觉得接下来社群会因为这件事情更有能力开展做更多事情吗？我觉得很有趣因为 AI 写程式，然后让更多人让更多人都有机会发表他们的创意啦，对啊，我觉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影响的，因为就是自从交易说的爆红之后，就是开始有一些人跑过来问我说，G0V 是什么？因为我有故意就是在那个文章里面提到 G0V，有些人问说，G0V 到底是什么？深层政府。影子政府没有啦，我真的是你知道之前有人会这样讲，你知道吗？真的，因为他那个命就是长那样啊，就是他那个故事就是长那样，所以对，因为 G0V， 因为 G0V 字，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的网域后面都是 government gov 嘛，就把那个 O 改成0。对啊，他现在是把 O 改成0。那很多甚至有些政治人物，其实我看他们搞不清楚在干嘛，然后就是在胡说八道，你就看到不是啊，这就一群阿宅在，所以也许他们有自己的 agenda， 但我觉得我发现他们可能有自己想说的事情。对，但其实目的上没有那么邪恶，或者是那么的，也没有那么的抽象，就是一起来，大家来玩。对，那他可能觉得他们想要做，但坦白讲，的确这些人可能他们的在意识上面是比较自由派的，对，有在想着做更多事情的，然后是更开放政府，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相信，不是我们相信 ，G0V 相信的是，整个政府更透明，然后让，比如说我乱讲，最简单的是立法院的所有的资料就是要公开的，然后它的录音影像是公开的，然后我们有办法把它喂进去 AI， 它讲什么，我们立刻可以产出来。这个东西没有人做，那我们就把它做出来。对，那让人们更知道说，哪些人在里面讲哪些荒唐的话，或是正常的话，或者是被曲解的，那就我觉得尤其加上 AI 可能可以被分析或者是抽取出来的资料或方式就更多元了。对。那比如说他们现在是我在猜，这一定可以做，就是比如说今天某个党伤了很多预算，那哪些预算是重要，哪些不重要，或者是我们真的有预算是浪费的，有这部分好像真的有人在做。对，就诸如此类的。那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透过所谓的资料分析等等。那过去可能你能够找到的工程师有限，他们的时间也有限，但透过 AI 以及就是我一般人也可以用程式来解决问题的时候，这件事情搞不好
更容易被实现。对，就是更多人更有机会，就是在自己有想法的时候，不用做 PPT 就可以直接做一个展示想法的东西出来。因为我印象很深刻的事情是，就是其实我第一次见到唐凤不是在101，是在我大概在高一的时候，就是参加在新竹的某一场讲座吧，当时就见到他这样子。然后他当时就是我就问他说，就是那你觉得高中生就是在不会写程式，然后他在这个社会上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然后他就说：“哦，可以提案啊，就是一直疯狂的提案啊。但是写 PPT， 然后到那个东西真的落地的那个时间真的太久了。那我觉得说，就是这个 AI 的，就是 AI 它可以用来写程式这件事情，它 somehow 感觉可以改变这样子的状况，因为我开始有发现，身边一些认识的高中生已经开始在写这种东西，就是用 AI 写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指什么东西？抱歉，就是用来写程式，就是用来写，不管是 Web App 或是 iOS App 这些东西，已经开始有高中生在写这些东西，然后真的在解决一些问题。对，所以我觉得这感觉会有很大的变化。对，像我自己，我大概小学可能8、9岁，那真的好久以前，大概是30-40年前，40年前。然后我那时候开始，我们今天都写的是 Basic， 就是一个很古老的语言。我学的好像更偏门的是 Basic 里面有一个叫 Quick Basic， 那时候感觉听到 Quick 就觉得好像很厉害。Visual Basic 有听过，对 Quick Basic。然后那我学一学，然后我还是不会做，我可能照上面发现说我还是没有兴趣。真的。然后过去10年到20年里面 ，even 在2007或2009我们创业前的事情，我都在看说，哎，你们都在写 Ruby on Rails， 比如说 Richard 啊，大家在写，然后说好像比以前更简单了，更模组化。然后我一次把那本书打开来开始学，我连环境安装都很困难。你看了多久？我忘了，那反正那本书我在，然后就去强来看说，你也看这本书啊，然后但这些东西呢，你可以想象这一本书里面刚刚的所有东西的前面那些安装什么东西，就是你现在的做法就是一直按敲 Enter Yes。你知道我觉得很荒唐的事情是，甚至连那个 Xcode 的某一些设定，你是可以直接这样子敲就搞定的。对，他现在就会直接去读那原始码，从底层把它弄掉，然后他就先应该说他会自己一直帮你 debug。对，然后 debug 完之后，他自己要 build 看，不过哪些有问题再把它 build 再修再 build 结束了，好了对啊，你要不要试试看现在可不可以 work？ work 了。然后如果不 work 就是6小时。对，然后没有，现在解法是，如果今天是 WinServe 不行，换 Cursor。对，真的，因为他们都是 IDE 的意思就是他们可以开同一个资料夹，对，就是你可以同时开超多的视窗，然后都是不一样的 IDE， 你就等于是有3-5个不同的这一种 AI 的工程师，然后他们脑袋可能不知道有时候觉得逻辑不太一样，其中有一个人打结了 ，B 卡住你就去问 A， 对，就叫 A 解。然后但不要同时间叫他们解，他们这个资料夹会混乱。但是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不能同时他没有同步，没有同步的意思。但你也许未来可能是有一个 team， 然后就是 team 可能是他们自己开会，他们自己开会，因为还有什么 Devin 啊什么这些还有别人，然后就是我要讲完了就这样子你们最后我要看到这个没有这个不要敲。一下。但现在的比如说以这个 Anthropic 的那一个他们的 code， 他们其实现在是这个样子，就是他自己会一直迭代，但是问题是很烧钱。因为它就是 token 狂烧，可能它卡在某个地方的时候。对啊，我之前用 Cloud 写程式，他就是才写了一点点东西，他就跟我讲，我今天的 token 没了，就很靠北，就是很烧钱。那据说非常因为而且它的模式是终端机界面，这种黑底白那个绿字的地方，你看到那个又觉得又是这个，然后这种文组的自然这个下意识会反抗，但是实际上，其实你看一下是看得懂。是看得懂啦，他们其实那些叫做英文嘛，就是你认真。以前小时候有玩过 Minecraft 的人都知道指令的东西嘛，那是一样的东西。对，就是我小时候不是玩，我小时候是 DOS 啦，那个以前比尔盖茨发家那个 DOS， 然后 anyway， 但现在在解释 DOS， 其实它以理论上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只是你看到他们下意识还是会觉得这个我好久没碰。那你现在是看到他们就把它解掉，就是其实是一种无比欣慰的感觉，而且很疗愈。对，是一种疗愈过程。那现在只是说有没有办法让这些不同的 AI editor 去自己处理一下，然后如果你不行，你卡住，你问一下他好不好？然后不行一下，比如因为他们能力上都有一些奇怪的差异，有时候呢，你还会遇到说这个模型呢，它可能是模型太多人用了，然后变笨了，然后还有时候它就是卡住，就是出不来。那反正你叫他问另外一个 AI， 然后另外 AI 再问另外 AI。就有个，比如说有个员工今天落散，你就问另外一个员工，就是这种像你可以撑一下吗？对，有点像是 peer review 的概念。然后，所以我现在建议大家说，
跟玩大语言模型一样，你可能你也得买 Gemini， 你也得买 Cloud，你也得买这个 OpenAI， 就起来好多钱。我想到了那个，你知道其实 Windsurf 它有一个方案是都可以用60块的用到饱，超多模型用到饱。对，我可以，我不这对我来讲，现在这件事情比较小意思啊，就是反正你看我全部都定了，我这些全部都定了，我连 Elon Musk 都定了。小孩子 Grok 吗？我全都买，我都全部都买单。他早以前就买 X 的付费方案，后来 Grok 出来也是太酷了，直接定了。对，应该是说 X 里面就包含 Grok 的基本版的，所以我就把它升级，好像多个100块，你就觉得我就多一点钱。然后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没想到你做 AI 的这个写程式编辑器也是一样的，也是都要定。也是都得，因为我原本很抗拒 Windsurf， 因为我们有访问过这个 Cursor 的 Ian，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我们有点不够意思感觉，然后我就觉得用别人，那我用靠北我卡了10个小时，我应该就先。那解决方法就是你再找个 Windsurf 的人来放啊。Windsurf 有台湾男吗？不知道了，应该有啦。我看有蛮多华人的。你都敢英文访问了，有 AI 有什么不行？但我真的觉得他们的个性真的不一样，就是我觉得要维护或调比较细的程式码的话 ，Cursor 比较好，Cursor 比较好，对，所以然后像比如说刚刚讲这个 Ripley Agent， 其实它也是可以很有趣，它产生完程式码之后，其实你是可以用 Windsurf 或者是用 Cursor 去 Asus 那程式码，其实在你本地端改，所以你就不用浪费 Ripley 上面的钱 ，Ripley 的超贵，超级贵，但是很好用，然后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一些自己的小秘诀，所以并不是你今天进来这个，它里面还是需要你很 suffer， 然后才会得到你要的结果，但没有那么美好。我们还是讲说，我们觉得比以前棒大概10倍，但是还是要花钱，但是痛苦还是10倍，10倍还是里面还是有一堆痛苦，要踩的坑啊，然后看他耍笨啊，然后还是这些事情还是存在。但只是说过去古人啊，我们讲古人讲的是 AI 之前这些我们的 developer 的同事们，其实他们是用我们叫通灵嘛，就是我们在想说到底这个 bug 可能在哪里，然后我们去看看它，然后修看，还是不过，比如下不继续再找下一个，你就可以想象以前也是人们也是跟 AI 差不多在做这件事情，但 anyway，所以好，我们今天聊这些，你平常。我问这个题，你平常在这些事情之外如何放松？我怎么觉得他的如何放松吗？周一戳戳乐啊！好啦，没有啦，开玩笑啦。就是我自己是比较习惯，就是你说放松是什么？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做东西它就是一种放松。对，因为就蛮新的，你就是脑袋瓜就没有在想其他东西，它就是一种新的嗜好。对，它就是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我也是，我大概一两个礼拜没有打电动了，我现在全部时间都在这个上面。真的，这个比较好玩哈。Kind of， 其实它有点像就是在打怪，真的。Anyway， 就很像在爬山，就是你可能一开始先爬小的，然后你再慢慢爬大的。比方说，这一次我是做离线的服务，那下一次我可不可以挑战看看有线的服务？就是我就是要做有线的服务才搞成这个样子，就很好玩，我觉得。对啊，那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创业，你觉得你在创业吗？我觉得看你对创业的定义是什么吧。确实，对啊。如果说赚钱的话，可能没有；但如果说是我自己对创业的定义的话，我自己是喜欢，我很喜欢说文解字，就是把拆解那个字背后的意思。创业的话，只是拆解过后就会发现，就是创它是一个毁灭性的动作，但是它是一个拿着刀把一个东西给劈掉的动作。OK。然后业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在古代的中国，它应该是在某一块荒地立起就是钟塔的就是那个木塔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创业这件事情，它其实 somehow 是一个破除旧生活，然后建立新生活的一个象征。所以如果是指这个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在创业吧。对啊，这是中国式的解法，破坏式创新。那你最近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啊、影视或其他的作品？你最喜欢看什么书或者什么书吗？漫画也可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以前会很喜欢看那种就是在成品畅销排行榜上的书，但我后来发现，就是我最近看的书有一种就是慢慢的回到过去的倾向，就是慢慢的喜欢看一些老书。对，就是可能是一些前人的作品，就是小说散文之类的。我现在应该还有前人，比如说没有，就是但然后就是我的 mentor， 就是你知道就是我的 mentor 推荐我给我一本书，就是那个
千面英雄嘛，我现在在看那本书，这样，然后也是在讲很多就是跟人类神话前面OK， 这个明白英雄旅程对，很有趣，对，喜欢看老书。那那你看有什么喜欢的作品啊，或者是音乐？我讲说影视作品啊，影视作品吗？我其实我是没有那么常看剧。没有空，对因为我觉得看剧有点花时间。OK， 不追剧，对，哇，漫画也是吗？听起来漫画还好，漫画也还好。不过电影的话，我自己是蛮喜欢看迪士尼的作品的，就是但那是另外一个故事啦。就是我就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就是以前别人可能会说我可能想要追贾伯斯之类的，他们以为我偶像是贾伯斯，但我觉得偶像可能是迪士尼比较多，不是皮克斯，是迪士尼，是迪士尼。对，我觉得偶像是迪士尼比较多，因为他就是真的就是两手空空，什么都没有，然后就造出了这么大的一个东西，然后影响了好几代人，这样子，所以是比较欣赏他们那一代人的做法，这样。迪士尼这个人不是那个他们的电影作品，不是那个人华德迪士尼这一个本人呢？我之前有看过一个，我没有去确认，但是据说他在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因为他是这么正面形象的人，但他实际上为了美军做了非常多事情。对啊，他们那时候做了，就是用米奇这个 IP 做了好多当时战争的影片啊、宣传啊等等，还教那个小朋友怎么躲炸弹之类的，各式各样的，我觉得很棒。对，然后好吧，但我们原本最后这一题，但我这一题还是问你平常怎么理财？平常怎么理财吗？没有啦，对吧？又要剪掉，还是要理财，还是要理财。就是有些人他们会，就是有些我们这个 program fellow 他会丢 ETF， 他们会就是买股票，有些人会做这件事情。然后我自己的话，我自己是把股票当选票啦，所以我就是相信什么公司就是我不会相信什么公司，我会看他们的财报。哇哦，就是果然是经济系的还是有点差别，这还是有点训练，就是训练出来，就是要有一点这样的 sense 啊，就是我觉得我支持什么样的公司，我就投什么样的公司，这种感觉。所以你还是会主要是美股嘛？美股、台股也有，台股就台积电嘛。那你会想训练一下 AI 帮你过滤一下？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可以来研究一下，因为实际上这也是一个很常见的想要做的事情嘛，就是量化交易啊，或者是这种巴菲特选股啊，这以前都有听过嘛。那实务上大家可能没有照做，但是也许用机器来做，也许大家都觉得这是个圣杯。那就会就是商科学生最喜欢做的事情。但我真的觉得就是要放你的灵魂进去，就是无论那个工具到底是怎么样，你如果没有放灵魂进去的话，对啊，因为就是不管是你是做 AI 选股，还是就是用 AI 写程式，还是你用 AI 画画之类的，我觉得有没有放灵魂，或是放你的 mind， 就是放你的心意在里面是差很多的那个最后的成果。这最后又是个品味跟 sense 的问题啊。对啊，我觉得这最后我觉得看到最后还是这个问题啊，因为即便今天工具这么棒，我认为90%人还是不会去尝试。我觉得去尝试的人也不一定有品味。确实，对这是两件事情。人生嘛，对啊。然后你做的那件事情，他也对他可能一半人是做出来是 crap， 然后或者是90%都是 crap， 其实也是一样，效果都没有达到。对，他可能做出来就是没有那感觉，到最后他就会挫折就又 fail 了，所以他可能会说，我以前有很多 idea， 就我做出来之后，发觉都不 work， 然后就真的就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镜子，这个东西的成效是好是坏，取决于那个使用的人比较多。对，所以这时候大家都有机会，我有个 idea 我可以做，你有机会做，请试试看，好吧？我们今天感谢这个豆腐王辅轩跟我们今天聊这么多，谢谢，谢谢大家，拜拜，拜拜。喜欢本周我们分享的内容吗？请到 Facebook、Instagram、YouTube 来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我们都会看哦。